老子也懒得跟你演的了。越是躲在后面放风声的那一些，就是所谓的贼人。就敢问错在哪里？你有赢，你给跳出来讲。这些当然就是很恶劣了，所以你说他们从来有把国民党的死活当回事吗？他们真的有在乎过马总统的点点点吗？他们真的有在乎国家吗？他们真的有把台湾放在心上吗？从来没有。那难过的就是我们这种，你真的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的，你才会难过呀。如果你今天要报马英九这张牌，马英九这张牌就是9·2共识，就是两岸交流，就是两岸和平的定海神针，请你拿出勇气承担这张牌的，而不是拿马英九这张牌化作一只小刀捅向他那些忠心耿耿的员工们。大家放心好了，对于这一种就是萧郎或者是民进党的贼心，我们一定不会中计，也绝对不会为之所动，甚至自乱阵脚。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内贼就在马英九身边啊！这里有人说长期伤害国民党，我认为啦，一个党如果真的有坏分子，难道不能讲吗？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 Now News 这一篇哦，他提到马英九基金会日前人事公布异动，前执行长萧旭岑、前员工王光慈已于2月底前辞职。其实据我所知，王光慈当时在萧旭岑担任国民党副主席之后，就接任了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但是在这份声明里面呢，他是坚定的认为王光慈是没有接任执行长。所以有的时候问题要从实处去看啊。当然，因为我不是马英九基金会的人，也不是国民党的人啊，所以他们内部爱怎么权力斗争，老实讲与我无关。我真正在乎的是说，一个人的人格啊，他的公众形象啊，到底是不是被霸凌、被抹黑、被扭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尤其萧旭岑还是我们所认识的，那在我们长久认识他的过程当中呢，对他这个人的人格的理解，那如果他真的有法律上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那就基金会就去处理吧。这种东西法律是躲不掉的。那你想民进党那接到这个案子，他肯定更高兴嘛，能够弄你国民党副主席，那不是天大大好的机会吗？弄死你国民党差不多吧，对不对？所以真的去做，那我觉得也很无可厚非啦。但如果没有呢？那这个对于所谓讲到他的人品问题，因为后面发布的新任的执行长啊，叫戴霞玲嘛，那戴霞玲一般来说就被认为是马英九加成。那他上来的时候特别讲他的人品端正啊，等等等等。那其实会特别讲说啊，新任的人品端正，那通常就讲前任的是什么意思？但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啊。那这样郑主席今天讲出了很多最近一系列大家对于简单来讲就对萧旭岑被马英九基金会搞到净身出户这件事情的一些疑惑，而这些疑惑确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消散，反而随着你一言我一句感觉起来更加的混沌复杂这就是代表说，在当代的新闻传播学里面呢，有一些人他依然以为在过去的方式里面，他可以只手遮天，我掌控媒体，我掌控人脉，我掌控宣传的出路，我就可以掌控一切，我就可以为我所用。这样的时代是过去了。有事情我们当然就是面对它，处理它。我们也是很心疼萧旭岑啦。他其实一心一意就只是为了要保护马总统，然后他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要顾全大局。那因此我跟大家讲这个今天好几个新闻嘛，包含自由时报也报，但我必须说自由时报叫没礼貌，好不好？引用人家的专访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名字会怎么样嘛？自由时报到底背后引武者是谁？其实今天这里我还是没有说出来背后引武者是谁，但他说出了一个什么？他说出了是国民党内的人。这是第一次很明确的指控我为什么下一个副标叫路线之争 vs 权力之争你看今天大家都聚焦贼人，代表做这件事情的人是干嘛的？偷偷摸摸。代表做这件事情的人是怎么来的？是从背后来的。他说背刺的人我也很多，我也早就习惯了，那肯定是背刺的嘛。代表萧旭岑所面对的敌人是民进党吗？是陆委会吗？是台独吗？是那些来给人家抹红的青鸟吗？是89吗？不是。是谁？是来自背后的捅刀的。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了解到很复杂的，也很简单的。复杂的是他背后的动机确实很多层次。我上个礼拜访萧旭岑就谈到这件事情，我感觉有点心疼。我觉得好好一个人怎么会被搞成这样，心神不宁。我跟他说没事的哥，我今天采专访也是当初就跟你聊天，你就放轻松，大家好朋友聊天。不管是萧副或者是郑主席其实这整件事情你看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为什么讲到贼人有人受不了？你自己看，3月23号的下午6点16分，发生严重违反财政纪律情事，马英九基金会将送司法调查。这个事情很细节哦。马英九基金会日前出现人事异动，前幕僚萧旭成、王光池移植，引发外界揣测。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今天表示，已委请律师针对先前发生严重违反财政纪律情事，尽快送请司法机关相关深入调查，母往母重，相信司法调查结果出炉，自会真相大白。那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嘛？中午发生采访，下午有台的委员提到说这事情可能会很严重，傍晚戴霞玲就跟记者说我告人了。我跟大家讲啊，因为有些人搞不清楚状况，什么是马英九基金会，什么是马英九，所以今天郑丽文在感叹只有我们这些真的把国家放在心上的人感受到很难过。至于那些人从来不管党国死活，当然国民党死活我没办法在乎吧，因为这我也不是国民党的，但是国家之生死，台湾之生死前途，我是很在乎的。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是马英九？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前主席，国民党现存最高在世的有过官职的人物。对国民党来讲，马英九是什么？一张神主牌。今天无关乎马英九这个人怎么样，而关乎马英九这3个字怎么样，这叫马英九的意义。什么是马英九基金会？代表马英九依然在利用他这张牌，或使用他这个名号，在创造或者在进行一些实质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基本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所以你作为一个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你要有一个把马英九3个字的认知要拿出来。戴执行长说的真好，相信司法调查结果出炉，自会真相大白。外界人士再来转述有损基金会或前总统马英九名义的不实事项，基金会采取法律行动以正视听。讲得真好，谁敢玷污马英九，谁敢损害基金会，告死他。但是回过头来，请问马英九这3个字的重量，你能够拿得动吗？你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好的啦，没有用，而且你只会让国民党更加的团结。马办很切萧旭成，知情人士未来恐不再做两岸交流。这件事情的背后，说萧父你被干掉这事情牵涉3项，大的叫中美博弈，中的叫国民党路线，小的叫马办人士。不管其他怎么样，大的你已经先站在历史的正确这一面。在中美博弈当中，台湾寻求和平的出口，请问错在哪里？跟美国站在一起，请问是和平吗？一开始川普还会演我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拿不到就翻脸，全世界发动战争侵略。这些中的是什么？就是国民党路线之争。到底国民党是要引领台湾走向和平繁荣，还是要放任台湾走向台独战争？有些人他的逻辑是什么？他哪在乎掌握不掌握得住对他来讲，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嘛。对萧旭成进行人格暗示的杀伤力最大。可悲的地方国民党的内斗虽然未曾止歇，但终于有人想让他止歇这是谁？我认为郑丽文是真的希望国民党不要再斗了。但是这些人会停止斗争吗？这些人会放过郑丽文，会放过萧旭成吗？甚至会放过历史哥吗？所以我跟大家报告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国民党的内斗事件这样子不断的延烧，正而到了主席来节目上很直接或者是很自然的去说出贼人，我觉得主席心里面是有很多感受的啦。应该这么说吧，这叫党主席罢免赛。有人想罢免掉党主席嘛？那为什么想罢免掉党主席？因为有人想选党主席，想上位党主席。国民党这一局的内斗让我看到了有些人的格局讲要用咱台湾的讲做给路的啦。我告诉你简单很简单啦，你如果真的那么有能力实力，你就跳出来讲嘛，讲清楚。老子就讨厌郑丽文，我就痛恨两岸和平路线，我就是要当选不好吗？可以 OK 大声讲出来。这些人见不得光嘛，这些人见不得光。为什么见不得光？他们干的事情如果真的拿到台面上来讲，会有人认同吗？会有人支持吗？会，但不多。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光贼人怎么会见得了光呢？我就问一个问题嘛，有没有人在基金会呛说要让萧旭成当不成副主席？有没有？你不爽他在马英九基金会，你跟他把他牵出去，那就出去呗。
你为什么要让他当不成副主席？想也知道要断郑丽文的左膀右臂嘛。我从总统府以来，从来没有经手过钱，所以请问有什么样财政纪律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副主席是没有薪水的。我讲个故事好不好？也许这对萧父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好意思。那一天萧父做完节目，他说他要赶一个餐会，他说他早一点。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他搭捷运去。我又奇怪怎么搭捷运去？他说因为他现在没有额外的、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他要搭捷运去。我说哥，我马上帮他叫 Uber，100多块钱的事嘛，帮他叫 Uber。我说一小这样我这样我自己叫。我说不要，他拿钱给我说不要，我帮他叫。这就是国民党的现状啊！这些对于萧旭晨、对于郑丽文动刀动枪的人，他怎么干？当然也会有人说啊，这个搞不好萧旭晨是演戏啊，他在当道光皇帝啊，私底下金山银山吃香喝辣，台面上节俭，见龙袍补了又补，内裤也补，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说？都可以啦。你也可以觉得历史哥又在造神，你可以觉得历史哥又在擦脂抹粉，又在踢正主席，又在当正能量。有同志圈的讨论啊，就看到萧父在这边，然后呢说。以前没太注意他，但没料他居然是熊。其实重点不是这，重点是他在做捷运，他真的在做捷运，这叫优先做，没有不爱做。那什么意思？你觉得如果他贪污，他需要去做捷运吗？我就反问，那干丁没屁事？你们爱内斗，我乐得吃瓜，你们知道瓜越多我越开心，对不对？今天 A 说 B 好坏，明天 B 说 A 好坏，后天 C 说 A、B 一样坏，然后后天 D 说 A、B、C 都坏，我最好。每天来上我节目，流量好棒棒，然后国民党就燃烧掉。那有看贺吗？这不是我想要的啊！我的目标就一个，拉下民进党嘛。其实国民党内斗这一局啊，我看的是路线，看的是权力，看的是格局，而我最重视格局。但是格局的大或小，来自于他对权力的理解，而来自对权力的理解，来自于他个人路线的选择。我觉得这是马英九真正的想法，这是9·2共识的真谛嘛。一荣俱荣，一哭俱哭，就是台湾没有这个两岸交流，就是真的会挂掉。没有两岸和平有很多实质的内容。但是有些人就是把两岸和平就说你是不是要卖台？你是不是要卖台？你是不是要卖台？交流保台，抗中毁台，还有我教你啊，是白痴是不是？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岑跟王光慈在2月底的时候请辞，不过现在也传出当时是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亲自来到基金会要求两人离开。直白讲啊，金溥聪很会告人啊。金溥聪他之前告了萧旭岑跟蔡正元。原因是因为萧旭岑跟蔡正元认为他是导致蓝白破局的关键。国民党是一个，你说大酱缸，可能有些国民党的支持者或什么不同意或不舒服，当然大家都是这样讲的。老实讲，我也觉得不舒服就不舒服啊，事实啊，他真就是一个大酱缸啊，他并不会因为郑丽文来到就彻底打破这个酱缸，难，非常难啊。但国民党有一些被大家认为所谓的酱缸的势力啊。专门喜欢表面上装着谦君子，实际上喜欢拿什么？拿小刀捅人家的屁屁啊，臭不可闻闻。金溥聪今年69岁哦，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再次浮出台面呢？这件事情呢，后来金溥聪有接受访问啊，他自己已经坦诚就是他嘛。但国民党要在这个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自己积极自杀，那我真没有办法的事情。波基啊，他讲了一套剧本啊，绿营的侧翼律师马上跳出来啦。叫公益侵占，说萧旭岑公益侵占或王光慈公益侵占，就查扣你的账本，接着就查扣你的手机，接着就照你的手机去抓人，再接着发现说，你国民党马英九基金会里面千丝万缕的关系，你这个里面有大陆势力介入，接下来呢就把你送上宪法法庭，判什么？判你政党违宪，当场解散。2028还选吗？不用选了，直接毁了。有如此苦大仇深吗？如果今天真的上财务有问题，那我就说一件事就好了，你就把证据收集起来，把他叫过来，认不认？有需要带着人2月25号去像抄家一样把人抄了，享受那种极致的快感。与人斗，其乐无穷；与民进党斗，胆小如鼠。现在外面什么样的世道，两岸什么样的世道，国际什么样的世道，民进党打成什么样的世道？你国民党有时间瞎耗吗？你国民党很秋吗？为一己之私啊，为个人恩怨啊，去搞这种事情，我只能想2个字啊，叫做悲哀。但是他有在管的吗？他不会管国民党死活的啦。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当初韩怎么倒下来的？党内打韩比较用力，还是蔡英文打韩比较用力？我跟你讲，一样用力啊。所以我从来不想要去碰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很烦。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养成这些人？你国民党已经10年没执政了耶，
执政不好吗？当然好啊，你10年没执政不检讨一下吗？但是你输在哪里要实务上去检讨啊。现在竟然有一种想法是赖清德好强，赖清德要很强，上次只拿 40.5%， 赖清德要好强，去年大半年会输到脱裤子。所以真的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反动派，到现在还在懂之啊。我当然还是希望都可以很好的，但是我那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答应给我们粉丝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就是谁要妨碍蓝白合就是历史罪人，林北一定干死他。那蓝白合先从蓝内合开始，谁要破坏蓝内合，林北一定干死他。因为这虽然不干我事，我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民众党员，没有任何公职党职，但是有个点，我是台湾老百姓，我希望是民进党滚蛋，赖清德下来。那最先开始的就是要让在野党形成可持续性的组织来作战。这个可持续性的组织来作战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出现像今天这种鸟事，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这事情继续这样发生，那该骂的我们绝对是一句话不会少。我必须要再次的强调，涉及到我的清白、我的名声，我一定捍卫到底。萧旭晨去年郑丽文上台把他延揽做副主席的时候，其实萧旭晨就从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请辞了，因为避免说身份上的重叠。他请辞之后呢，事实上就是他的同事王光慈来接任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都是包含高华柱就在现场通过的事情，包含什么？包含所谓的薪水调整，都是这个经过董事会，而且马英九亲自首肯通过的事情。结果现在竟然变成反打基金会人士的，那我就问，如果今天王光慈对马英九真的如此的偷鸡摸狗的话，马英九这几年看病，请问是谁陪他去的？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了。请问马英九这几年看病是谁陪他去的？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老板当尊亲长在侍奉，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吗？你以为看病很轻松吗？那么1号可能去个大医院都要花几个小时，而且马英九这个人不爱用特权，所以他看病肯定也排队嘛。然后有一个事情是执行长3月份才要开会重新选定执行长，直接说前执行长不是执行长叫前员工，这个逻辑是对的吗？那如果真的要讲违法乱纪，这样子符合人团法里面相关的规范吗？符合基金会相关的规范吗？可以不开董事会就直接说人家不是吗？开过董事会的事，结果现在又说不是，是不是就一个人决定的吗？我不希望基金会内部的风波影响到国民党，影响到郑主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萧副绝对是一个好人，也很简单，他即便到了这个程度，他第一时间想的是什么？不要影响到对大局观嘛。所以我那一天为什么他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个说，我说副主席你已经赢了，因为你站在历史的大势之上，这就是高度跟格局嘛。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局里面我看得非常的不爽。你老欺负好人是什么意思啊？利用人性做出这一种畜生的行径。所以我今天跳出来做这个事情，都不是要为我自己捍卫，没有什么用，因为我被黑的事情到现在也没人跟我道歉啊，我也懒得告人啊，说实在的。但对我事实上还是造成了，我是心疼萧旭晨被霸凌，甚至是愿意站在他身前帮他挡的。所以道理其实很简单呐，今天萧旭晨被这样霸凌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出来支持他。如果除非他错，他真的吞了什么公款什么，但那没救。他如果真的干出了违法的事情，那到时候骂萧旭晨最狠的肯定是我，朋友也被干了，恩断义绝，因为这个人品坏掉了。我的薪水是2019年1月到马英九基金会的时候，马英九前总统亲口跟我说，绝对不能低于你在总统府的待遇。我领这个薪水到今天没有变过。代表什么？从19年、20年、21年、22年、23年、24年、25年，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变过。他妈6年从1块钱不调，也就只比他以前在总统府做副秘书长高一点，说出去会笑死人呐！年收入税后多少？所以是税后是167万，差不多100，再缴12万的167万8600元，辛苦了。对一般老百姓肯定是高的嘛。但是这个他是政治工作者是吃力不讨好啊，这个薪水。因为花出去的钱多。对啊。也要送礼啊什么，那个有的都不能报账。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啊。今天萧旭晨的事情，用这些方式黑他，只代表一件事了，他们没东西可以黑的了。真的有什么丢出来，棒！萧旭晨当场毙命，当场社会性死亡。
这是没东西，因为没东西，所以他只能这样搞他，道理就这么简单。